咳嗽发烧是染疫，也可能是致命淋巴癌。Omicron 变异株肆虐，随着疫情升温，民众也严阵以待。近日台湾发生本土个案因咳嗽就诊，却被判定是胃食道逆流，错失隔离、匡列、疫调时机，让人不禁想问，出现咳嗽、发烧就是染疫吗？专家说，也可能是淋巴癌所致。淋巴癌又称为恶性淋巴瘤，是因为淋巴细胞的异常，使得淋巴组织发生病变。近年来，台湾淋巴瘤的发生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，约占所有癌症的 2%， 位居台湾2021年10大癌症的第10位。淋巴癌分两种，非核结晶式淋巴瘤发生率高。台湾血液病学会理事长周文坚医师表示，淋巴细胞是人体重要的免疫细胞，若是发生恶性病变，失控增生且丧失凋亡机制的淋巴细胞将可能引发淋巴癌。淋巴癌可分为非核结晶式淋巴瘤与核结晶式淋巴瘤。根据台湾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，以非核结晶式淋巴瘤发生率较高，高达90%患者属于此类型，核结晶式淋巴瘤约占1%。非核结晶式淋巴瘤男女发病率约略相同，但好发于中高年族群，因此随着人口老化，发生率逐年增长。致病原因仍不明，出现6大症状要注意。目前，非核结晶式淋巴瘤致病原因仍不明确，但根据已发表的医学文献推测，高龄、巨细肝病史、淋巴癌家族病史、自体免疫疾病、艾滋病毒患者、BMI 过重者、幽门螺旋杆菌患者等有较高发病几率。周文坚提醒，一旦莫名出现淋巴结肿胀，发烧超过摄氏38度，且持续2周以上，夜间盗汗，久咳不愈超过1个月，6个月内体重减轻 10% 以上，疲累感越来越严重6大症状，就应该及时就医，依照医嘱进行相关检查。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恶性度高，病程快速。台湾血液肿瘤部医师林云区指出，而非核结晶式淋巴瘤之中，又以恶性程度颇高的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 （Diffuse Large B-cell Lymphoma，DLBCL） 最为常见，约占50%。其病程发展快又猛，如未及时控制，短短数月就可能危及性命。台湾血液肿瘤部医师柯博生说明，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症状不典型，与老化、疲劳症状相似，高达半数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，很容易错失黄金治疗期。林云区曾收治一名70多岁的男性个案，在发病初期出现淋巴结肿胀、疲劳等症状，但患者认为是工作繁忙所致，多休息即可。但随着病程发展，症状不但没有好转，下肢无力感日益加剧。患者至神经外科就诊后，才发现症状来自于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侵犯骨骼，进而引起的神经压迫。后续尽管积极接受治疗，虽成功治愈，但因为错失治疗良机，神经受到永久性伤害，导致下身瘫痪，无法行动。及早确诊，已有6大治疗方式可延长存活期。林云区说，及时确诊，治疗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容易从淋巴循环脱逃，转移到其他器官、组织，造成身体机能受损。提醒大家，别将症状视为老化、疲劳，应把握黄金治疗期，避免未来生活品质受冲击。确诊后无需恐慌，目前临床治疗有化学治疗、标靶治疗、放射线治疗、一体移植、自体移植、细胞治疗6大治疗方式，可帮助患者争取长期无疾病存活，延长存活期。细胞治疗问世，复发与难治型患者见曙光。林云区表示，以化疗合并标靶药物为主力的第一线治疗中，就有半数患者可治愈，若复发或属于难治型，可接续自体干细胞移植。整体而言，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治愈率高达70%，10年存活率可达45%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弥漫性大鼻细胞淋巴瘤在第一线与第二线治疗有很好的治疗成绩，但仍有30%患者的治疗难度较高，过往治愈方式仅剩下一体干细胞移植，
但其愈后有待加强，且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，会降低患者的治疗积极度。林云区说，所谓的细胞治疗，就是透过细胞工程强化免疫细胞大军，把人体的免疫细胞作为治疗武器。因为治疗武器源于自身细胞，治疗期间副作用冲击相对轻微，患者仍可保有良好生活品质。临床上的细胞治疗方式共有2种。第一种，大量复制免疫细胞，补充更多免疫细胞大军，以量取胜。第二种，在免疫细胞上安装可以锁定突变细胞的基因，帮免疫大军装备自动瞄准系统，使其可以精准且持续性的杀灭突变细胞，重量更重质。柯博生呼吁，若发生肿、烧、汗、咳、嗽类6大症状，务必及早就医检查。确诊后，临床上已有6大治疗，可用于各县治疗。鼓励勇敢面对淋巴癌，积极遵照医嘱，与医疗团队一同击退疾病的阴霾，夺回人生主导权。健康生活编辑部